很多人看新加坡地铁里各式各样的特殊设计，会觉得只是追求整齐体面，单纯想要做得比别的城市更精致。但其实，大部分设计根本不是为了好看，更像是提前预买好的治理工具。车窗为什么经过居民区时会自动变暗，如同打上马赛克？座椅要用辨识度极高的彩色区分，车门上方一闪一闪的指示灯，还有站内铺好的盲道，随处可见的升降机，各类提示音效，这些都不是锦上添花的装饰，他们要解决的是新加坡非常现实的城市难题。地铁轨道紧邻住宅，如何保护沿线住户的隐私？车厢内如果有人身体突发不适，怎样快速定位事发位置？听障、行动不便的群体如何能够独立顺畅地使用公共交通？今天这期不讲网上流传的旅游冷知识，我们来拆解这些设计背后实实在在的政策考量。先把背景放清楚，新加坡地铁这些设计之所以值得讲，不是因为它们新奇，而是因为新加坡这个城市本来就没有条件让公共交通靠粗放管理运转。这里国土小，住宅密度高，很多轨道线和组屋距离很近，列车在地上行驶时真的会穿过公园、居民区这些和日常生活贴得很近的地方，早晚高峰的人流也很集中。像 Jurong East、碧山、Paya Lebar 这种换乘站，只要导向稍微乱一点，拖慢的就不是几个人，而是一整片通勤链。再加上人口老龄化，轮椅使用者、视障人士、听障人士、年长者、推婴儿车的家庭都在用同一套系统，很多问题不能靠大家互相体谅来解决，必须在设计阶段先处理掉。所以你会看到一些看上去甚至有点奇怪的细节。LTA 这些年把包容性公共交通当成正式方向来推进。公开资料显示，新加坡 MRT 和 LRT 站点已经做到100%无障碍覆盖，整个轨道网络规模也已经超过200个车站。重点不是数字好不好看，而是系统越大，统一标准，维护设施持续升级就越难，还能长期坚持，说明这些设计不是点缀，而是政策优先级。接下来这几个例子就能看得很清楚。先看最容易被误读的一个设计， Bukit Panjang LRT 的变色车窗。很多人第一次看到会把它当成科技展示，觉得新加坡连车窗都要做出一点未来感，像是给地铁加了自动马赛克功能。但如果你住在靠近轨道的组屋，这件事就一点都不花哨了。因为轻轨经过住宅时，车厢里的视线和住户家里的生活空间是真的会直接重叠。你在客厅走动、吃饭、晾衣服，列车经过那几秒，外面的人是看得到的。这个矛盾不是情绪问题，而是高密度城市很典型的结构性冲突。大家都希望轨道交通更方便，覆盖更多社区，但沿线住户也有很基本的隐私需求。如果政府只讲效率，居民会觉得自己是在替整个城市的便利承担代价，而且还是长期承担。时间久了，反弹就会出现，公共项目的社会接受度也会被拖慢。所以新加坡没有把责任丢给居民自己拉窗帘，也不是等投诉多了再补救，而是把隐私保护直接写进列车。当地上列车驶进沿线住宅楼时，车窗玻璃会通过电致变色技术变得不那么透明，减少乘客对住户室内的直视。关键不是炫技，而是系统要稳定、自动、可控。因为公共交通不能靠司机临场判断什么时候该保护隐私，必须由系统自己完成。这里真正值得看的是治理逻辑。政府面对的不是单纯的技术问题，而是两种公共利益的拉扯。一边是更多居民需要更便捷的轨道交通，另一边是沿线住户合理的私人空间。如果处理方式太粗，最后就会变成谁该牺牲的问题。变色玻璃的意义就是尽量把这个对立改成另一种思路，能不能用工程手段把冲突先压低？它当然有代价，采购成本更高，维护更复杂，后续更换也更麻烦。换句话说，新加坡不是靠口号来讲尊重隐私，而是真的愿意花预算，把这件事做进硬件里。和一些城市更多依赖礼让文化、贴告示、提醒乘客不要张望相比，新加坡更倾向于把规则直接嵌进设施本身。这个差别
正好就是它的治理风格。再看一个大家天天见到却最容易吐槽的设计，就是车厢里的彩色座椅。很多人会觉得新加坡整体看起来这么现代，为什么偏偏把座椅做成这种很显眼的彩色？甚至有人会直接说看起来有点廉价，有点 low。 可如果你只把它理解成审美问题，就会错过它真正的用途。彩色座椅真正重要的地方，不是提升美感，而是在突发意外或者乘客突然身体不适时，替系统争取定位和救援时间。高峰时段车厢很满，最怕的不是没人帮，而是说不清人到底在哪一块。这个时候，颜色区分和区域识别就很有用。很多情况下，只要先锁定颜色区域，协助人员就能更快找到目标位置。它本质上是在把模糊的空间变成更容易沟通的空间。新加坡式的思路很直接，就是不把希望完全放在现场，每个人都冷静，都表达准确上，而是先用设计把识别成本降下来。所以这不是单纯的装饰语言，而是一种服务于管理、协作和救援的语言。最后一个值得认真看的是无障碍设计。很多人一听无障碍，会先想到这是对少数群体的照顾，但如果只停在这里，还是低估了它的重要性。对一个城市来说，能不能独立出行，影响的不是舒不舒服，而是一个人能不能正常工作、看病、上学，能不能不把每一次外出都变成对家人的依赖。新加坡的 MRT 和 LRT 站点已经做到100%无障碍覆盖。这个数字真正说明的是，政府承认一件事：参与社会不能只留给身体条件最好的人。更关键的是，新加坡做的不是只装几部电梯，而是尽量把路径做成连续的，从站外进入站内，从闸口到月台，从视觉识别到听觉提示，系统都在减少断点。你会看到升降机、轮椅通道、触觉导向砖、清晰标识、语音提示，这些不是分散存在的零件，而是一整套让人尽量独立完成移动的基础设施。这里还有一个很容易被忽略的细节，就是到站时会闪烁的指示灯，以及车厢和站内出现的轮椅指示器。对听障人士来说，这些视觉提示不是点缀，而是替代性的到站信息。轮椅指示器也是同样的逻辑，它帮助需要的人更快识别可用空间和通行位置。100%覆盖不代表100%完美，但至少从制度方向看，新加坡把无障碍当成系统工程，而不是形象工程。它真正想守住的是更多人能不能进入这座城市的日常生活。所以回头看新加坡地铁这些看起来有点奇怪的设计，真正重要的地方不是他们多新多漂亮，而是他们把很多原本会在社会层面爆发的矛盾提前消化在工程、预算和标准里面。变色车窗处理的是隐私和便利的冲突，彩色座椅处理的不只是空间识别，也是在突发情况下替救援争取时间。闪烁的指示灯和轮椅指示器处理的，则是谁能不被默认排除在信息和通行之外。无障碍系统守住的，归根到底是更多人能不能平等参与这座城市。新加坡政府真正的底牌，不只是效率，而是他愿意把治理做到很细，细到你平时未必会注意，但一旦拿掉，你马上就会觉得不方便。当然，这种模式也有真实代价，维护贵，标准高，更新不能停，这些都要持续投入。也正因为有这些成本，它才更值得认真看。如果你想继续看这种从日常设施拆解新加坡政策和治理逻辑的内容，欢迎订阅频道。也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你第一次注意到新加坡地铁里哪个设计时，觉得它只是装饰，后来才发现它其实很有政策意味。